夜还没完全褪去，你已经坐在桌前，画面是亮的，心却还在原地。你看着那个你早就决定要开始的地方，没有动，不是不知道怎么做，也不是没有能力，你只是还在等，等一个更清楚的方向，等一个更稳定的状态，等一个让你可以不出错的时机。你对自己说，再准备一下。这句话很熟，熟到像是一种保护，它让你暂时不用面对未知，不用承担开始之后的混乱。你可以留在这里，一个看起来很接近开始，但其实还没跨出去的位置。你没有停止，你还在想，还在修，还在优化那些还没被使用的计划。一切都在进行，只是没有真正发生。你忽然停住，不是因为完成，而是因为一个很微小的念头浮出来。如果我已经准备很久了呢？这个问题让你愣住，你没有立刻回答，因为你开始看见，你已经在这个准备的状态里待了多久。一段不短的时间，长到你已经忘记最初的那个冲动，长到你已经把开始变成一个需要资格的事情。你开始怀疑，到底要准备到什么程度才算可以？这个标准没有答案，因为每当你接近，你就会看到新的不确定，新的缺口，新的理由，让你再等等。这个循环很安静，没有谁在阻止你，你只是自己停住。你慢慢呼了一口气，不是因为想通了，而是因为你开始感觉到一种累，不是身体的累，是一种一直站在门口却没有进去的消耗。你回想起一些过去的画面，那些你真的开始过的时候，其实没有那么完美，甚至有点狼狈。你不确定，你会犯错，你会卡住，但你还是走了。而奇怪的是，你并没有因此崩溃，反而在那个过程里，你开始知道怎么做，开始修正，开始变得更熟。那些你以为需要先具备的能力，是在你做的时候长出来的，不是之前。这个记忆突然变得很清楚，你一直把它当成例外，但现在看起来，那可能才是真正的方式。准备不是在起点完成的，它是在你进入之后慢慢形成的。你低头看着现在的自己，你不是什么都没有，你其实已经有很多，只是你一直用还不够来否定，让你看不见。你没有突然变得自信，你只是没有再那么确定自己不够。这个差别很小，但它让空气变了。你不再紧抓着那个一定要准备好的条件，你开始感觉，也许可以在还没完全确定的时候开始。这个想法让你有点不安，但也有一点松。你没有做一个巨大的决定，你只是动了一点点，很小的一步，甚至不像开始，只是接触。你把手放上去，试了一下，没有完美，也没有流畅，甚至有点卡，但它动了。这个动作很普通，却让你心里某个地方松开，因为你终于不在门外了。你没有等到准备好才进来，你是在进来之后，
开始变得准备好。你继续做，一点一点，没有加速，也没有停下，只是持续。你开始发现，那些你之前觉得困难的地方，其实没有那么不可碰。那些你以为需要更多时间才能理解的部分，在你实际接触后，慢慢变得清楚。你没有突然变强，但你不再停在原地，这就够了。你再次看向那个曾经让你犹豫的起点，它已经不一样了。不是因为它改变，而是因为你不再只是看着它。你在里面，你在走，你忽然明白，你一直在等准备好，其实只是把开始往后推，而真正让你准备好的，从来不是等待，而是你愿意进去的那一刻。在还不完美的状态里，在还有一点不确定的心情中，你开始，然后在开始之中，慢慢变得足够。机会其实就在那里，没有消失，也没有离开。你看得见，甚至很清楚，但你没有走过去。不是因为没有路，也不是因为有人挡着，而是你总觉得还差一点，差一点准备，差一点信心，差一点那种现在可以了的感觉。你站在边缘，不远，只要再往前一点，你就会进去。但你停着，你告诉自己，我不是没有机会，只是还没到我的时候。这句话让你安心，也让你继续留在原地。时间慢慢过，机会还在出现，不同的形式，不同的入口，但你对他们的反应很一致。看见，评估，然后后退一点，不是完全拒绝，只是没有靠近。你开始有点困惑，为什么总是差一点？你试着找原因，是不是条件不够？是不是时机不对？是不是还需要再累积？这些答案看起来合理，但你心里有一个很细微的感觉，不是这些。你没有忽略它，只是一直没有真的看它。直到现在，你停下来，不再急着分析，只是回到那个当机会出现的瞬间。你开始看那个时候的你，你没有缺能力，没有完全不会，甚至你知道该怎么做，但你的内在有一种微妙的状态，比较像是你没有在那个频率上，你有一点紧，有一点怀疑，有一点在观望，像是在门口，但没有真的进去。你忽然意识到，机会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东西，它需要你进入某种状态，一种可以承接它的状态。如果你还在怀疑，还在防备，还在用力确认自己够不够，你其实还在门外，即使门是开着的。这个发现让你安静，不是因为答案明确，而是因为你终于把焦点从外面拉回来。你不再问什么时候会有机会，你开始问我现在在哪个状态里。这个问题很不一样，它没有让你往外找，而是让你往内看。你开始感觉自己，当你想到那些机会，你身体是放松的吗？还是有一点收缩？你是期待的，
还是带着一点不安？你没有评价，只是观察。慢慢地，你看见那个一直在的模式。你总是先怀疑，先确认，先想很多可能出错的地方，然后才考虑靠近。这样的顺序，让你很难真的进入。因为当你准备好靠近的时候，那个感觉已经不对了。它不再是流动的，而是被分析过的，被拆解过的。你开始理解，机会不是等你准备完才进去的，它比较像是一种流动。当你在那个流动里，你自然会走进去。但当你停在外面判断，它就变成一个你要追上的东西。这个差别很细微，却决定了一切。你再次想起最近的一个机会，你没有动，不是因为不能，而是你没有进入那个状态。你还在外面。这个理解没有让你自责，反而让你松了一点。因为问题不在机会，也不在能力，只是状态。而状态是可以转换的，不是用力改变，而是开始觉察。你现在在哪里？你开始试着不急着进去，而是先让自己靠近那个状态，让身体放松一点，让心里的防备少一点，让那个如果可以的感觉多一点。这些都很小，没有戏剧性，但他们在调整你。慢慢地，你开始感觉到不同。当下一次机会出现时，你没有那么快退后，你没有那么急着分析，你只是多停一秒。在那个还没有决定的瞬间，你没有关上门。那一秒很短，但它改变了一切。因为你开始在里面，不是完全进去，但不再只是旁观。你忽然明白，你一直不是没有机会，你只是还没走进那个可以接住它的状态。而现在，你开始练习，不是去抓机会，而是让自己成为那个可以自然走进去的人。你站在一个很熟悉的位置，看着那些机会一次次出现，他们没有远离你，甚至有时候离你很近，近到你可以伸手，但你没有动。不是因为不想，也不是因为做不到，而是你总觉得有一点不对，说不上来，只是那种感觉。你还没有在里面，你会看，会想，会评估，但没有真的进去。你开始告诉自己，可能不是我的机会，也许之后会有更适合的。这些话让你比较安心，也让你继续留在原地。但时间久了，你开始发现，不是机会的问题，因为它们一直在出现，不同形式，不同入口，但你的反应很一致，靠近，停住，然后退开。这个循环很安静，没有明显的错误，却让你一直停在门外。你开始问自己，到底是哪里不对？这一次，你没有往外找，没有去分析条件，没有去比较时机，你只是回到那个瞬间。当机会出现时，你内在的状态，你慢慢看见，那里有一点收缩，很细微，几乎不被注意，但它在。你不是完全放松的，你也不是完全相信的，
你带着一点防备，一点怀疑，一点我真的可以吗的距离。这个距离很小，但它刚好让你没有走进去。你忽然意识到，这不是能力的问题，也不是机会的问题，而是一种对不上的状态，像是两个频率没有对齐，机会在那里震动，而你在另一个节奏里，你看得见，但没有共振。这个比喻让你停住，因为它很贴近。你开始理解，为什么你总是差一点，因为你没有在那个频率里。不是你不够好，只是你还没有调整到那个状态。你开始回想那些你真的走进去的时刻，他们其实很不一样。那时候的你，没有那么多分析，没有那么多怀疑，你是开的，有一点不确定，但同时也有一种自然的可以试试看。那种状态不是强迫的，而是流动的。你没有在外面看，你已经在里面。这个记忆很清楚，你只是之前没有把它看成关键。现在，你开始明白，你不是没有机会，你只是还没进入那个可以接住它的频率。这个理解没有让你焦急，反而让你放松了一点，因为你不需要再去追机会，你只需要回到自己，看见自己现在在哪个状态。你开始练习，当你想到那些机会，你不再立刻评估，你先感觉，你的身体是开的还是紧的，你的心是靠近还是后退。你没有要求自己一定要放松，你只是诚实，承认现在的状态，然后慢慢地，你让自己多一点空间，少一点防备，不是用力改变，只是让那个频率有机会靠近。这个过程很细，没有剧烈的转变，但你感觉得到某些地方在调整。你开始比较能停在那个还没决定的瞬间，没有立刻关上门，没有立刻退开，只是多停一下。在那一点点空间里，你开始感觉到一种新的可能，不是确定，而是连结，一种你开始靠近的感觉。当下一次机会出现，你还是会有一点不安，但不再那么抗拒。你没有完全准备好，但你没有离开，你留在那个频率里，让它和你慢慢对齐。你忽然明白，你一直不是没有机会，你只是还在自己的节奏里。而现在，你开始愿意调整，不是去追上它，而是让自己慢慢靠近那个可以共振的状态。当你在那里，机会就不再是你要抓住的东西，它会变成一种自然发生的交汇。在你愿意打开的那一刻，那个念头又来了，很轻，轻到你差点忽略。你没有立刻抓住它，也没有让它停下来，只是让它经过，像过去很多次一样。你其实知道那是什么，一种你不太愿意说出口的渴望。它不大声，也不急，只是静静地在那里，偶尔出现，然后又被你放回去。你习惯这样，看见，然后忽略，不是因为它不重要，而是因为它太真，真到你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你曾经试着靠近，
但很快就退开，因为一旦承认，就会有下一个问题。那我要怎么做到？这个问题很重，重到你宁愿不要开始。于是你学会一种方式，把渴望变小，变得比较合理，比较安全，甚至有时候你会说服自己，其实我没有那么想要。这句话一开始有点不真，但说久了，就变得比较容易相信。你开始习惯那种状态，不太渴望，不太失望，刚刚好，稳定，但有一点空。那种空没有明显的缺，只是偶尔，在某些安静的时刻，你会感觉到有一块地方没有被触碰。你现在又坐在这里，没有特别的原因，只是刚好安静。那个念头又浮上来，这一次，你没有立刻让它消失，你只是看着它，有点陌生，也有点熟悉。你没有问可不可以，也没有问会不会成功，你只是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：这是我想要的吗？这个问题让你停住，因为你发现，你其实很少这样问。你常问的是，可不可以做到？值不值得？会不会太难？但不是我真的想要吗？你慢慢感觉那个念头，没有急着给答案，只是让它存在。过了一会，一个很安静的事出现了，没有夸张，没有情绪，只是很清楚。你有点愣住，因为这个事没有附带任何条件。他没有说如果成功才算，也没有说要怎么做到，它只是存在，单纯的渴望。你忽然感觉到一点紧，不是压力，而是一种打开，像是某个被压住的地方突然有了空气。你开始意识到，你一直没有真的承认它，你总是在渴望还没长大之前就把它收回去，因为你害怕，一旦它变得清楚，你就不能再假装不知道，你就会需要面对行动、风险、可能的失败，这些东西让你退缩，所以你选择不让渴望存在，至少不让它完整存在，这样比较安全。但现在，你没有收回去，你让那个事停在那里，没有延伸，没有计划，只是承认，我想要。这句话很简单，却让整个内在开始变化。你没有做任何事情，但某种流动出现了。你开始看到，当你承认这个渴望，它就不再模糊，它有了形状，有了方向，甚至开始影响你的感觉。你对某些事情的反应变了，对某些选择的偏好变了，不是刻意，而是自然。你忽然明白，原来渴望不是要你立刻实现的，它首先只是需要被看见，被承认。当它被承认，它才有空间存在，而当它存在，它就会开始影响你，慢慢地把你带往它的方向，不是强迫，也不是急促，而是一种很细致的引导。你再次感觉那个渴望，它还在，没有消失，也没有变大，只是稳稳地在那里。
你没有再把它缩小，也没有再用理由盖住它，你只是让它存在在你里面。这个允许很重要，因为就在这里，可能性开始出现，不是因为你已经做到，而是因为你终于不再否认。你没有急着走下一步，也没有急着证明什么，你只是坐着，带着那个被承认的渴望，安静的存在。而你隐约感觉到，某些东西已经开始改变。你一直在想，想了很久，每一个可能的方向，每一种不同的结果，你都在脑中走过一遍，看起来很完整，甚至有点过于完整，因为你已经把所有路都想过，却没有走上任何一条。你没有停下，只是停在还没开始的地方。你告诉自己，再确定一点，再清楚一点，再把风险降到最低，这样开始才值得，这样开始才不会浪费。你相信这样是负责任，也是聪明。但时间过去，那些想法没有变成任何东西，它们还在你的脑中反复排列，反复修正，却没有离开那个位置。你开始有一点不耐，不是因为事情太难，而是因为你已经准备了太久，却没有进入。这种卡住很安静，没有明显的错误，但也没有任何真正的改变。你突然停住，不是因为答案出现，而是因为一个很直接的感觉。我已经想够了。这句话很简单，却让你有一点松。你没有再继续分析，没有再补上新的可能，你只是看着现在，看着那个你一直没有碰的地方，它没有变，还是原来的样子，但你对它的感觉变了。你不再把它当成一个需要完全准备好的起点，你开始觉得，也许可以在还不完整的时候碰它。这个想法让你有一点不安，但同时也有一点轻。你没有做一个大的决定，你只是动了一点点，很小，几乎可以忽略，但那是行动，不是想象。那一刻没有任何剧烈的变化，没有突然顺利，也没有马上得到回应，甚至有一点卡，有一点不确定。但有一件事很清楚，它开始了。这个开始很安静，但它改变了一切，因为你不再只是停在外面，你进去了，你开始接触，开始试，开始在里面感觉那些你之前只能用想的部分，现在变成实际的经验。你开始知道哪里真的难，哪里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。你开始修正，不是在脑中，而是在过程里。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带来一点新的资讯，一点新的理解。这些东西是你再怎么想都得不到的。你慢慢感觉到一种不同的流动，不是快速，但是真实。事情开始有回应，不是立刻的成果，而是变化，细微的，但持续的。你忽然明白，改变不是你在脑中完成的，它是在你动起来之后才开始发生。你之前以为要先变好才行动，但现在你看见，是行动让你开始变。这个顺序完全不同，
你没有突然变得很厉害，你还是会卡，还是会怀疑，还是会不确定，但这些东西不再把你留在原地，因为你已经在动。你继续，不快，也不完美，但持续，一点一点，你开始累积那些很小的前进，那些你以前看不起的进展，现在变得重要，因为它们是真的。你再次回头看，那个你曾经停了很久的地方，它已经不再困住你，不是因为它消失，而是因为你走出来了。你没有等到一个完美的时机，你没有等到完全确定，你只是开始。而就在你开始的那一刻，改变也开始了。你看着它来，又看着它走，没有消失，也没有真的错过，只是每一次都停在差一点。你其实知道，那是机会，不是模糊的那种，而是很明确，清楚到你心里会震一下，那种如果现在走进去会不一样的感觉。但你没有进去，不是因为你看不见，也不是因为你不想要，而是某个地方没有完全打开。你会靠近，会想象，会在脑中走一遍可能的发展，甚至你可以清楚说出，如果进去，你会怎么做？但就在那个要真正跨进去的瞬间，你停住，很细微，几乎没有声音，但你就是停了。然后你退回来，带着一点合理的解释。现在还不够稳，再等等会更好，也许还有更适合的。这些话没有错，他们甚至很成熟，但他们也让你一直站在门外。时间久了，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本来就没有那么多机会？这个念头让你有一点沉，因为你很努力，你没有放弃，但为什么结果总是差一点？你停下来，这一次，你没有再往外看，没有再去比较，也没有再找新的机会，你只是回到那个瞬间。当机会真的出现在你面前时，你是怎么反应的？你慢慢看见，不是外在让你停下，是内在，一个很细微的收缩，一个你以前没有注意的动作。当事情开始变得真实，当它不再只是可能，而是要发生的时候，你心里会有一个声音，等等，不是拒绝，只是延后，但那个延后刚好让机会划过。你开始理解，你不是缺少机会，你其实已经遇见很多，只是每一次，当它真的要被你接住，你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承接那个改变。不是能力，而是一种状态，一种允许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状态。你以前以为，只要机会来了，你自然就会抓住，但现在你看见，接住机会本身也是一种能力，一种需要练习的能力。这个发现没有让你挫败，反而让你松了一点，因为问题不在你不够好，只是你还在学。你开始更细致地看自己，当下一次有机会出现，你不再只看它，你开始看你自己。你有没有收缩？你有没有退后？
你有没有在那一刻把门关上一点？这些动作很小，但你开始看见它们，而这个看见就是改变的开始。你没有逼自己一定要冲进去，你只是练习，在那个瞬间多停一下，不立刻退，不立刻分析，只是待在那个可以的边缘，让那个感觉多存在一点，1秒也好，那1秒很关键，因为你没有关上，你让那个可能性存在，你开始慢慢习惯那种还没完全确定，但已经很靠近的状态，习惯那种心里有一点紧，却没有逃开的感觉，这些都是新的，不舒服，但真实。然后有一天，当机会再次出现，你还是会有一点不安，还是会有那个熟悉的等等，但这一次，你没有完全听它，你没有退回去，你往前一点点，很小，但足够，你进去了，没有完美，没有完全准备好，但你在里面，那一刻你才真正明白，你一直不是没有机会，你只是还在学怎么接住它，而现在，你开始会了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，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